我们来开始听 intro。感谢啊，感谢呵呵哦。雨声，星星点点，这会有耳机的可以戴耳机了啊。像星光，也像水滴。这里我们回听一下，这个细节上次我没有听到。这里人声是从干声，干声就是没有混响的啊，干声到湿声就是有混响。我的理解是，一个人在现实的世界里面下着雨，然后他可能在屋檐下或者在室内，一个人对着自己哼，先是一个很具象化的一个场景，然后闭上眼睛哼到了想象的里面，所以变成了有混响的诗声。我们再听一下这一段。像在房间里非常干的声音，很近。闭眼睛。混响都变大了，进入到了想象有点迷幻的这种空间里，嘈杂的碎片的场景和记忆开始累积。就我听这个感觉，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那个《三体》的那个电影里面，就是那个斯嘉丽站在那个世界的中心，所有的一切都川流不息，非常的嘈杂，但是他的身边就像有结界一样，所有的一切都不能靠近他，也不能影响到他。他是孤独的，他没有跟这个世界同频。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这个 intro 的1分40秒交代了大概这么超体 sorry 说错了，交代了这么几个段落。首先是现实，这个 reality 的这个概念，从现实出发，真实世界里面的这个一个场景，先交代画面出来，这应该是肖战最喜欢的，对吧？故事画面。然后交代了人物，是一个孤独的人，一个哼唱，对吧？然后人物在哼唱之间进入到自己的想象也好，自己的回忆也好，自己的虚空也好，进入到那个世界。进入到那个世界之后，世界变得越发嘈杂，所有的碎片，所有的零散，所有的熙熙攘攘，全部都环绕在他的耳边，环绕在身边，但是毫无交集。一个孤独的，在乱世中孤独的人，然后乱到不断的积累，乱到极致之后，一个戛然而止。这张专辑我们开始听第一首，我们。就是刚刚进入到这个世界，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知道到了哪里，不知道他面对的是什么。
个 intro 少了600人啊！你们也都去想象世界里了。看错。没有人类的世界，是不是花也开得更鲜艳？没有谎言的世界，是不是可以睡得更安稳？也许我们早已经都习惯，只是没有人看出来。用了2句歌词交代了整张专辑的前提是没有人类的世界和没有谎言的世界，直面内心。这就是刚才我说后面那个宇宙飞船，它没有必要去做实景。Hope 在收集种子，进入到第2个段落。感谢齐奥，感谢喜欢你的微笑。这个画面是我第一次看没有注意到的。这个其实画面左右已经有非常对立冲突的色彩的设计了。这里我要暂停一下，不好意思，这里的人声的进入是我之前没有关注到的，就是这里第2段人声的进入是虚的。我讲的比较直白一点，是虚的。这个虚我觉得应该在表现一些东西，比方说身份的转换，迷茫也好，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这个就是双面性的一个东西。第1段人声是非常结实的，这里是虚着进来的，结合那个扒沙子的这些画面，这又是一个发现镜头。所谓发现镜头就是拨开什么去看到一个东西，再发现再发现。今天会有完整的回放啊，会有完整的回放。这条音乐的 MV 的这个音效非常的细节。最失败的好人，退化成为野人，也许文明的过程就得残忍。为了避免情绪的衔接，眼神的情绪的衔接，开始打糖了。这是刚刚咱们在花絮里面看到的那个啊。这里的编曲反复的推，这个地方的设计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就惊了，第2次我们注意一下，这里有2个重音的设计，不管是从音乐也好，还是从影视剪辑的角度也好，这个第2下会比第1下让人更加的绝望痛心，因为第2下不在正拍上。我们再听一下，在正拍上的这一下的这一下是会给你很足的力量感，但不足够有意外和恐惧的这种边缘性的情绪产生。那第2下它不在重拍上，不在正拍上啊，
我们再听一下这2拍，所以那第2下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意外和惊悚的这种感觉。这个是第1拍，第2拍不在正拍上，第2拍才是真正突破意料的东西。喘不过气来有点。我不知道这个 MV 它这个2个角色拍了几次啊，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心理建设，这个太，就是这个演技已经到了我理解不了的高度了。outro， 希望太喜欢这张专辑了，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没点灯牌点点灯牌，没买黑胶的考虑一下买张黑胶。据说黑胶有8公斤啊，比牛肉便宜。来了。慌乱，在营造慌乱。哦，8斤是吧？哦，8公斤，我夸大了。慌乱。聊聊这一次听这首 MV 啊，这一次听这首歌，看这个 MV 的感觉。第2次的话，我觉得我可能更宏观的感知到这一首歌啊，因为这个是第1首，这首歌对于整张专辑的一个调性的奠定啊，印象深的有没有人类的世界，没有谎言的世界。那么可以理解为没有人类的世界就是想象，对吧？虚幻和想象。那么没有谎言的世界就是代表了直面内心的真实表达。所以这整张专辑现在我也都听完一遍了，确实是啊，这首歌的开局去了，这首歌刚开始的2句没有人类和没有谎言是歌词，也是对整张专辑的故事、环境、背景和人物设定的一个表达。这个是第一个点。然后第2点的话，就是这整张专辑里面看下来，好像就这一首是音效做的非常非常细的。那我想正常大家第一次按顺序听专辑的话，一定是第1首会给你带来最真实也最完整的一个情绪的建设。这种情绪建设就是沉浸感，然后想快速的通过这样的影视级的音效和画面的设计来辅助音乐，帮你进入到自己的内心世界，就像那个 intro 做的我们就是再往前再走一步，让你透过这个现实世界里面的这个哼唱，进入到一个有回响的自我迷失也好，对吧？自我想象也好，一个 intro， 一个我们把你推到这张专辑想给到你的世界环境里面去。好，我们继续来听第2首。第2首叫做都一样。声音从左边起。唱片机怎么选啊？这个我不推荐啊，因为咱不是带货直播间，我不能聊产品啊。性价比高一点的就是铁三角，可以了解一下。
在一个陌生城市里流浪，放下这当最随意的模样，不怕和你遇上。依然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一个画面啊，想象里面的。路灯火辉煌，寂寞的橱窗，准备好酒快要退场。真正的城市高楼林立的这个大厦之下，是没有一个空间可以让你安安静静的去唱这么几首歌的。都一样，一个温和的内心世界。城市里面的海，对吧？本身就是现实和想象之间的冲突。撒一个心虚的谎，遗忘的都该遗忘，我并不是假装，不过带点泪光。这回忆已经模糊，映照一幕幕迷惘，我已准备妥当，接受那些失望。每一个停留过的。好，我们稍微暂停一下。这首歌从头听到现在，我已经看到有这个直播间有人在发说左右耳听的不一样。我们聊聊这个不一样里面的内容。这个左右耳听的不一样，两点。第一点，它的旋律设计上其实是一样的。右耳其实是左耳的一个重影，主要是这个古典吉他啊，左边噔噔噔噔噔噔，右边是噔噔噔。那不一样的点在于哪里呢？它的旋律之间有这么一个错拍，有点类似于 delay 延迟的概念。第二呢，左耳偏明亮啊，如果你耳机没带反的话啊，左耳偏明亮，右耳偏温和，或者说是偏朦胧一些。其实还是在现实和想象之间，让你在逐渐的在迷失，但是肖战的声音在中间。失望，每一个停留过的行人都一样。感谢长跳。的悲伤不像我的眼泪被谁欣赏，心都一样。最天真的过往是我心上最后的武装。在这首歌里面，这个是我第二次看这个 MV， 我关注到的其实是这些对立冲突的艺术表达。城市里面怎么会有海呢？干净的声音如此之近，怎么会有回声呢？曾抬头看的星光，每一颗微微发烫，孤单也许平常，等待时光流放。背心是摇摇晃晃，思念是偶尔张望，街道人来人往，明天有谁来访？每一个远方都在身旁，都一样。哒哒哒哒哒，用了非常简单的一个音阶的上行设计，但就这么9个音，咪发嗦拉嗦拉西哆哆，9个音，就把你的整个这个内心突然就明朗了，推到一个很温暖的境地里。不用谁安放，我匿名的悲伤不像我的，整个副歌温暖。谁欣赏心都一样，最天真的过往是我心上最后的武装。所以现在听到现在，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这首歌里面
他所倡导的每一个路过的行人，到底是他，还是每一个惊慌失措、内心焦虑的那个片刻的自己呢？这是这首不一样啊，都一样，说错了，都一样。那第一首歌叫做《我们》，这个我们真的是两个人吗？我们再来回顾在纪录片里面肖战所聊到了孤独的这个概念，孤独他对于这张专辑的孤独的表达，孤独我们讲大白话就是一个人没人陪我，一个人处在这儿，这叫孤独。肖战是怎么表达孤独的呢？文学家肖战怎么表达孤独呢？对吧？深夜你的妈妈打电话给你说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怎么样啊？你说没事儿，有人陪我。谁陪你呢？你的文件传输助手吗？对吧？第一首歌我们真的是两个人吗？是一群人吗？第二首歌都一样，每一个路过的行人，没有每一个路过的行人呀，你脚下所踩的就是想象。不过带点泪光，这回忆已经模糊，映照一幕幕迷惘。我已准备他踩的这个水，文件传输助手也太伤了，那每一个停留，我每天聊天最多的就是文件传输助手小绿一个城市的夜晚怎么会有一束光照在你身上呢？所以这条片子的背景是现实主义，但是当你的视野拉近到肖战身上，他的脚下，他背后的光的时候，就已经超越了现实主义的概念了。一首非常极简的歌，然后这首歌里面一直在用的这种对立冲突，这种双刃剑的这种方式在做着艺术表达。听完之后你都不会再去分得清哪里是现实，哪里是虚幻的想象，耳机里也是，你已经分不清左右在哪里了，对不对？只有肖战的声音在中间，那个两个吉他你听来听去，以我的耳力我已经分不清谁在左谁在右，只是在循环。开始变得温暖。孤单也许平常，等待时光流放。在哪回放？会有回放的啊！没点关注点关注啊！这个今天的直播会完整回放发在账号上哈。错过的下次要反思一下了啊！这个点关注之后，下次你们刷到肖战的视频，我就会在那个视频上面挂直播预告啊，点个预约就可以了，这样开始直播的时候就会提醒到大家啊。这是这首都一样啊，都一样，所以这首听完提了几个问题。那么这一首歌我觉得是在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从编曲上面啊，从这个音乐的类型上面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啊，但是主题依然是在。我们继续听下一首。